爷爷、奶奶，婉婉买房了。别动！我报警了！啊！你叫什么名字？你家大人呢？仙女娘亲，果果没偷吃，果果就是仙女娘亲。你别哭，你告诉我你家住哪儿，或者你爸妈电话，我让他们来接你，不然我只能打110把你交警察叔叔了。仙女娘亲，你还在吗？仙女娘亲，果果拿这个跟你换刚才那个甜甜的脆片片，好不好？哥哥也饿了。鬼是没有影子的，也不会啃薯片，他一定不是鬼。温的、软的，还有脉搏，他是活人。你到底是人是鬼？果果是人，大柳树村的果果。仙女娘亲，这个窝头是果果攒了3天的，给你吃。大柳树村，这是哪个深山老林的地名？我不吃这个，你等我一下。吃吧。慢点，喝口水。怎么不吃了？不够我再去拿。够了，果果吃饱了。仙女娘亲，剩下的果果能带给哥哥和二叔吗？他们也好多天没吃饱饭了。可以。谢谢仙女娘亲。这不科学，牛顿的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二叔，你喝口水吧。二叔不渴，云帆你喝。你爹上山打猎去了，等他回来，咱们就有吃的了。果果，你怎么在那儿？哥，二叔，我遇到仙女娘亲了。仙女娘亲给我吃了神仙果子，可甜可甜了。这是给哥哥和二叔留的。这是何物？哥哥快吃。二叔，你喝仙水。神物，
这绝对是神仙赐下的神物。爹爹，这东西哪儿来的？谁来过咱们家？大旱3年，颗粒无收，村里已经饿死3户人家了。这来历不明的东西，怕是会给陆家招来灭顶之灾。大哥的眼神好吓人，他不会以为是我偷来的吧？大哥，莫冲动，无人来过，是果果带回来的，一定要说清楚，不能让大哥误会果果。爹爹好凶，果果是不是做错事了？这是什么东西？薄得像蝉翼一样，却又如此坚韧。我在边关6年，从未见过如此奇异的物件。京城皇宫里的珍宝我也见过不少，但没有一样能比得上这个。这绝非凡人所能制造。果果，哪儿来的？不能吓到孩子，但这件事必须问清楚。爹爹不要生气，果果不是故意的，是仙女娘亲给的。仙女大房子，这孩子说的是真的吗？一睁眼就到了一个特别亮的大房子里。难道真的有神仙？这世上真的有神仙存在？仙女娘亲穿着粉色的衣服，还发光呢。她给我吃了白白的面饼饼，还给我喝了仙水。我怕哥哥和二叔饿，就带回来了。这奶香味纯正无比，还带着一股淡淡的清香。这绝对不是凡间的牛奶，这一定是神仙之物。大哥，果果恐怕是遇到了机缘。这仙水喝下后，我胸口的闷痛竟减轻了许多。神仙赐福，但也可能是天大的麻烦。我陆征一生光明磊落，绝不占别人半点便宜，哪怕是神仙也不行。既是神仙赐福，我们身为凡人绝不可白拿。陆家祖训，受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哪怕是什么也不能平白贪这天大的便宜。可是爹里已经3天没米下锅了，爹爹还要拿什么去报恩啊？这是我们陆家最后一点家底了，但神仙的救命之恩比什么都重要。大哥，这钱不能动，那是留着给你买金疮药的。大哥身上的伤还没好，没有金疮药，万一感染了怎么办？闭嘴！这120文钱是我用6年血汗换来的，今天就用它来报答神仙的救命之恩吧。这是太爷爷考秀才时留下的东西，也是我们陆家最值钱的物件了。果果，你还能见到那位仙子吗？希望果果还能见到那位神仙，希望神仙能收下我们的谢礼。只要我想，就能见到仙女娘亲。把这个交给仙子，告诉她大夏朝陆征多谢神明救命之恩，陆征身无长物，唯有此些许黄白之物以表先情。果果一定把东西交给仙女娘亲。若真有神明，或许陆家甚至整个大有树村都有救了。昨天那个小女孩是真的吗？我不是在做梦吧？她真的又来了，她真的能凭空出现。仙女娘亲，这是爹爹让我给你的。这里面装的是什么？怎么这么沉？铜钱，还有一封信，这是怎么回事？大夏朝陆征叩谢神明赐食之恩缘，聊表。大夏朝陆征大汉绝收，原来他真的是从古代来的。这些铜钱，如果是真的汉代武士钱，那岂不是很值钱？古代缺衣小食，我现在有大型农贸超市，我现在缺钱房贷，古代却遍地是古董，这简直是天大的商机。果果，你爹爹给的这个我很喜欢，你回去告诉他，以后缺什么吃的喝的，直接来找我拿，知道吗？明天一早就去潘家园，看看这些铜钱到底值多少钱。一定要镇定，不能让老板看出我是外行。老板，收古钱币吗？又是一个想骗钱的小姑娘，穿得这么寒酸，能有什么好东西？小姑娘，这年头拿机器压的工艺品来骗人的可不少，我这可是正经买卖。天啊，这竟然是真的汉代五铢钱，而且品相这么完美，简直像刚从地里刨出来的一样。这锈色，这包浆，字口这么深，品相这么完美的汉代五铢钱，你从哪儿弄来的？果然是真的，这些铜钱真的很值钱。家传的，您就说收不收吧，不收我换一家。别，收当然收，这品相太难得了，简直像刚从地里刨出来没多久似的。小姑娘，我给你个诚意价，1枚2000，这5枚我全要了，1万块。老板，您欺负我不懂行呢，5枚2万，少1分都不卖。哎，你这小姑娘怎么不讲价呢？行，2万就2万，就当交个朋友。算了，2万就2万吧，倒手卖给那些专门玩钱币的大佬，少说能赚1倍。2万，真的是2万，200块钱的面包牛奶换了2万块的人民币，而这还只是我手里那串铜钱的1/20。陆征，这笔生意咱们做定了。古代的糙汉爹爹，准备好迎接现代物资的降维打击吧！一个前所未有的跨时空倒宅计划，
在我脑海中彻底成型了。我要发财了，我终于能还清房贷了。师傅去市郊最大的农副产品粮油批发市场。老板，这种大米50袋，2万块，花光了又怎么样？只要能让他们吃饱穿暖，一切都值得。那边的土豆和红薯一样，给我来300斤。对，就要那种牙眼多的，能做种的。2个男孩，2套加绒卫衣。果果，这条红裙子一定很适合你，还有棉被。这个冬天，他们再也不会冻着了。这是我成为孤女以来花钱最痛快的一次。林小姐，那个昨晚您报警了，是房子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吗？您放心，要是真有问题，不是为了那个家，我们跟房东那边肯定能没事儿，房子干净得很，这种被需要的感觉真好，不仅干净，还充满了福气。陆征，孩子们，等着我，我马上就带着物资回去了。爹爹，二叔，仙女娘亲说了，以后我们可以随便要吃的。好，好，神明啊，您终于听到了我们的祈求，我陆征愿为您做牛做马，以谢天恩。我要站起来，朝着神明的方向行一个大礼。大哥，爹爹，爹爹，这是什么味道？好难闻！爹爹，爹爹，你怎么了？爹爹，你流了好多血。爹爹不动了，二叔在咳血，哥哥在哭，怎么办？谁来救救我们？仙女娘亲，你在哪里？仙女娘亲，求求你救救我爹爹！求求你，求求你一定要来，我不能没有爹爹。怎么回事？心脏怎么突然这么疼？耳边好像有哭声，是果果吗？仙女娘亲，救爹爹！果果，真的是果果，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在这里？发生什么事了？这不是这新鲜血液的味道，腥臭味儿，是感染。在古代，严重的伤口感染等于败血病，等于死亡。果果别怕，你在这里等我，哪儿也别去。救命！现在救命才是第一要务。药店，我要去药店。快一点，再快一点！陆哲，你一定要撑住，千万不要死！欢迎光临。1枚铜钱换2万块，我以为自己只是个跨时空倒饭，但现在看着这些能决定一个人生死的药盒，我才明白，我将要扮演的角色是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神明。1瓶碘伏，最大瓶的；医用棉签2包，云南白药气无气，止血止痛的那种。这个头孢克西胶东囊给我拿1盒，无菌纱布，医用胶带，以防万一。小孩子最容易发烧。这姑娘买这么多外伤药和抗生素，家里出什么事了？没时间了，陆征撑不了多久了。果果，听好，时间紧急，我只说一遍。仙女娘亲好严肃，我一定要记住。让二叔用这个白色的棍子蘸着这个棕色的水，擦你爹爹流血的伤口，里里外外都要擦干净，不怕疼。擦完之后，用这个白瓶子对着伤口喷，会喷出白色的粉末。我记住了，白色棍子蘸棕色水，然后喷白瓶子。最后用这块白色的布包起来，用这个黏黏的东西固定住。这个让你爹爹吃下去，1天2次，1次1颗。如果他咽不下去，就让二叔撬开他的嘴灌进去。我都记住了，爹爹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要成功啊，陆哲，你不能死。爹爹，我回来了，我带了神药救你。重逢，守住。兄长，你不能死啊！二叔，仙女娘亲说用棍子蘸棕色的水擦爹爹。果果回来了，他真的回来了。这些是什么东西？奇形怪状的瓶瓶罐罐，这是什么味道？干净又肃杀，从来没闻过。死马当活马医，不
不流了，血真的不流了，神迹，这就是神迹啊！这布怎么这么白，这么软，比最好的丝绸还要细腻。仙女娘亲说一定要吃下去，就算撬开嘴也要灌。兄长的体温好像不烫了，真的退了，烧真的退了，兄长活下来了。这些字我一个都听不懂，但他们比圣人的经文还要神圣。这不是恩情，这是天赐的命。陆家拿什么还？这位仙女娘亲到底是谁？她所图为何？我的手臂不疼了。这些就是果果说的神药吗？我明白了，是那位仙女娘亲救了我，这不是交易了。从今往后，我陆征，我弟陆恒，我女儿果果，我们三人的命都是仙女娘亲的，我们必须找到一件能配得上一条命的东西还给她。此恩重于山，无以为报，唯有以命相抵。千万不要有事，千万不要感染。难道真的出事了吗？来了，是果果。仙女娘亲。爹爹好了，他不烫了，也不流血了。二叔说，爹爹的命是仙女娘亲给的。太好了。仙女娘亲，这是二叔写的信，这个是爹爹让果果带来的，说这是他们找到的第一个能报答仙女娘亲的东西。还牛马之身，这家人也太实诚了。救命是第一步，接下来得让他们吃饱。从今天起，我们欠的不是一顿饭、一条命，我们欠的是神明的垂青。寻常的金银财宝，在神明眼中与泥土无异，送过去，那是对神明的侮辱。都记住了吗？仙女娘亲给的是命，不是恩情，是命。阿恒，你记不记得，祖父临终前曾说过，我们那位秀才太爷爷，当年并不是因为科举无望才回乡的。大哥是说，那件密室找。这才是我们能拿出的唯一配得上那份救命之恩的投名状。阿恒，你留守，照顾好孩子，我去寻那古茶。是一只鱼，水里的空气，小心眼和坏脾气。没有你，像离开水的鱼，不能活不起，游来游去，为什么不能在一起？这是什么木头？还挺香的。婉婉，我的天，你从哪搞到的那张照片？我给我们老师看了，他说这是典型的宋代北方民居内部陈设图，虽然破了点，但研究价值极高啊。是吗？那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吗？值钱？何止是值钱，尤其是那张床，虽然是粗制滥造的架子床，但你看床头压着的那块黑乎乎的用来压帐子的东西了吗？我们老师说，从那个形状和质地来看，如果那是真的，那可是香料里的钻石，顶级的奇楠沉香啊！现在市场上一克就要上万块的玩意儿，一克上万，那这一块少说也有1-2斤吧？
我以为的极准扶贫，到头来竟然是扶到了一个抱着金山要饭，随手就能把价值几百万的沉香当柴火送人的隐形体豪。学霸同学激动到破音的吼手仍在他耳边循环播放：一克10克上万，一克上万，一克上万。我不是没见过钱，父母的车祸赔偿款，爷爷奶奶留下的积蓄，加上我自己打零工攒的钱，加起来有小40万。可眼前这块木头，奇楠，到底值多少钱？1840万，客价3万。那这一块，那不是一块木头，那是一套一线城市的江景大平层。是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是一份他根本无法承受的，来自另一个时空的沉重到极致的投名状。陆家的人知不知道他们送了什么过来？8成是不知道的，他们只知道自己快饿死了，快病死了，是仙女娘亲给了吃的，给了药，救了命，所以他们把家里最珍贵的东西当成一份报答送了过来，而这份报答足以在现代社会掀起一场风暴。她一个刚成年的社恐姑娘突然手握价值1000万的重宝，这事要是泄露出去，后果不堪设想，必须冷静。陆征那一家子到底是有多实诚？自己快饿死了，还想着把家里压箱底宝贝出来换救命恩。他们甚至不知东西混懂不认知，就毫无保留地献了出来。这哪是交易，这是在拿命换命，拿全家人的信任在赌一个虚无缥缈的神明的善意。我会保护好他的，也会保护好你们的。从今天起，你就是我最重要的家人了。这笔生意性质已经完全改变，这不是投机倒把，不是跨时空倒咬，这是赡养，是他作为一个现代人对另一个时空那一家子亲人的必须承担起的责任。不够，远远不够。他们给了我一座金山，我至少要还他们一个粮仓。等着我，我一定会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的。姑娘，你这买的也太多了，50斤装的大米20袋，精面粉10袋，1级压榨花生油5大桶，脱水蔬菜、压缩饼干、午餐肉罐头，这是要去避难。谢谢，辛苦了，麻烦您轻一点放。药品也备齐了，这样他们就不会再因为生病而受苦了。不能提沉香的价值，那会打破神明的神秘感，也会让那家人产生不必要的心理负担。我要做的是安抚，是鼓励，更是引导。果果，来，收获了。哇！真东西！大哥，这得有多少粮食？唯一的眷属，仙女娘亲，竟然把我们当成了她的眷属。他竟然真的看上了祖父守折里记载的那2样东西，那失传的曜变天幕烧制秘法和那片传说中的古茶林，
这哪里是问询，这分明是神明在给我们这些迷途的眷属指引一条通往真正宝藏的康庄大路。好香啊！这就是鱼肉的味道吗？我从来没吃过这么香的东西。大哥，是二叔一家。我知道，该来的总会来。从这股香气飘出去的那一刻，麻烦就已经找上门了。哎呦，我说什么味儿这么香呢？原是征小子你们发财了，吃上鱼肉了。陆征啊，你这就不懂事儿了。得了什么好东西，也不知道先孝敬孝敬你二叔二婶。你爹娘死得早，我可算是你半个爹。二叔二婶，家里刚开火，还没来得及请你们。请什么请？一家人客气什么？正好我们晚饭也没吃，就在你这儿凑合了。你小子反了天了，敢对长辈动手！我的东西，你也敢动？在战场上，敢抢我东西的人，都已经变成了尸体。滚！好你个陆征，你信不信我这去叫村长，说你目无尊长，不孝不悌，让全村人来评评理？理？我13岁上战场，拿命换回来的安家费，为我只方向我薄田，为你拿就拿去给堂弟娶妻，在哪儿？我弟弟咳血，我们饿得啃树皮，你们送来过1粒米吗？现在闻着味儿就找上门来，跟我谈理。今天，我就教教你们，我的理。我的理，就是拳头。大哥，二叔二婶，我大哥刚受了重伤，脾气不好，你们别见怪。我大哥说的没错，这些是神明赐下的救命粮，你们若是真长辈，本该为我们高兴，而不是想着巧取豪夺。至于孝敬，等我们熬过这一劫，自然会赡养二老。但现在谁敢碰这1粒米，就是断我的药，要我侄子儿女的命。我陆恒不过一介书生，烂命一条，没什么豁不出去的。他们好凶，仙女马亲，快来救救我们！你们是坏人，不准抢果果的鱼，仙女娘亲会打你们的。好你个死丫头，跟你那娘一样，老娘今天就替你爹好好教训教训你！谁敢动我的女儿，我就让他碎尸万段！天罚呀！是什么东西在叫？是他，真的是他，他一直在看着我们，神明真的显灵了，他在保护果果。陆家真的有神明护着，刚才那是天罚呀！还好我没跟着陆满仓一起进去，不然遭殃的就是我了。现在还要评理吗？爹爹，别怕，爹爹在，仙女娘亲也在，没有人能再伤害你们了。阿恒，看来我们得快点了。这神明的眷属不好当啊。从今以后，我陆征一家再也不会任人欺凌，有神明护佑，有我手中的刀，我们一定能活下去，而且会活得很好。刚才那道惊雷，差一点就落在了果果身上。这颗糖，是他应得的奖赏。爹爹，吃吧，这是仙女娘母给你的赏赐。陆满仓一家的债，野边境神明已经替我们讨了，现在该我们还债了。大哥，神明已经为我们清了路，接下来，该我们为神明献上真正的心意了。大哥，你伤势未愈，后山深处豺狼虎豹横行，更何况那山谷地形诡异。我们那位秀才太爷爷当年也是九死一生才，所以才要快。他可以动手指就雷声天降，可以随手丢下一颗仙丹。我们若还拿些没用的东西去搪塞，就是对他的不敬。我不是在商量，我是在命令。今夜的神罚是庇护，更是最后的警告。我们若不能尽快拿出价值，迟早会被神明厌弃。
真哥儿、恒哥哥，是我，你栓子叔。真哥哥，你家这动静，叔都听见了。那陆满仓一家子不是东西，今儿个是遭了天谴，活该。真哥哥，叔家里也没啥好东西，这2枚鸡蛋给果果这仙童，不，给小侄女补补身子。以后村里要是有啥事儿，还望你家仙人能多担待。栓子叔，有心了。我陆家从不亏待心善之人。谢谢郑哥，谢谢郑哥，叔就知道你是个厚道人。心善之人，不过是趋炎附势罢了。但这人心，确实是最有用的东西。原来如此，神明不需要我们亲自去惩罚恶人，他只需要一个代言人。只要我们牢牢站住这个位置，自然会有人替我们清扫障碍。大哥，我明白了。你留下，照顾好云帆和果果。家里的粮食，你看着分给些平日里与我们交好，或是日子实在过不下去的本分人家。1碗米换1份人心，这笔买卖我们要做。就带这么点东西进山，太危险了。这些神明赐下的东西，一定能帮到他。大哥，带上这个。我的天，刚才吓死我了，差一点果果就被那个疯女人抓到了。还好警报声够响，还好我反应够快。玩脱了，玩的有点大，没想到一个警报器1颗糖竟然造成了这么大的效果，他们竟然真的把我当成神仙了。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只给他们提供食物和药益品，那是救济，是扶贫。现在我要做的是投资，是天使轮，一把削铁如泥的工兵铲，一套带滑轮和锁扣的攀岩绳，一个军用水壶，一双防滑防水的高帮登山靴，甚至还可以来一架无人机。降维打击的爽感这才刚刚开始。又有感应了。这次是什么？果果好像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说。仙女娘亲，二叔问你那里有没有一种像神仙布一样柔软，但是更大，能做成衣服的布？还有一种能自己发光，晚上不用点油灯的月亮石。仙女娘亲，二叔问你那里有没有一种像神仙布一样柔软，但是更大，能做成衣服的布？还有一种能自己发光，晚上不用点油灯的月亮石。知道了，告诉二叔他的请求，让他准备好接收更高级的恩赐，打发走果果不能耽搁。这一次不用去批发市场，直接网购更快。这种防水、防刮、防撕裂的帆布，在古代绝对是顶级的天神布。陆征要出征了，后山那么危险，他需要更好的装备。但凡有一丝可能，我不希望他再经历一次昨夜的生死劫。网购太慢了，我要去实体店提现货，越快越好。这要是让古代人看见，怕不是以为天兵天将下凡了。只有这些了，简陋寒霜，与后山的险恶相比，不值一提。这是我能为大哥准备的最神圣的行囊了。大哥，神明，你会看着我吗？这是神明的回应。神迹，是真正的神迹。三防帆布，
如果说之前的米良瑶是恩赐，那眼前的这一切就是神谕。神明在用这种方式向我展示他的力量与意志。是天神的战袍。冰冷、坚硬，却又无比贴合掌心，这就是神器的感觉。凡体不配与神器争辉。不再是为生族所迫的绝望猎户，而是被神明武装到牙齿的神选之人。大哥，这……收好，家就交给你了。后山再危险又如何？神明与我同在。神明在看，此去不为苟活，为封神。陆征的背影消失在暮色中，那道被村民们私下里称为天罚的诡异笑叫余威仍在，整个大柳树村都陷入一种诡异的死寂，夜前所未有的安静。二叔，我饿。吃吧，吃饱了，明天才有力气干活。神赐之物，不可轻用，每一粒米都是大哥梦拿命换来的机会。月上中天，他知道，该来的总会来。云帆，带妹妹去里屋睡觉，把月亮宝盒带上，不要出来。是，二叔。恒哥儿，这么晚，叨扰了。村长爷爷，请进。村长爷爷，你这是做什么？恒哥儿，你别管我，就让我跪着。今天我是代表全村100多口子人来求你，求你家仙人给条活路。村里已经快3天没开火了，栓子家的娃子饿得在啃泥。再这么下去，不出10天，大柳树村就要变成死人村了。我们不敢求仙人把神粮分给我们，我们只求恒哥你在仙人面前替我们问一问，我们这些凡人要怎么做才能求得一丝恩典？村长爷爷，各位叔伯，请起。仙人之意，凡人不可揣摩，但是仙人曾降下神谕，天助自助者，神恩只赏赐给勤劳、勇敢、团结之人，而不是只会跪地祈求的懒汉。仙人赐下的神粮，不是给陆家一家的，是给整个大柳树村的。但是神粮不养闲人，从明天起，村里所有15岁以上、50岁以下的男丁，全部由我统一调配。这是仙人赐下的神机布，我会将它裁剪制成100只水袋。一队由栓子叔带领，每日去10里外的黑水河取水，保证村里人畜饮水；另一队由我亲自带领，挖掘村西头那口早已干涸的古井。仙人说过，地底深处有水龙，参与劳作之人按日结算，照过2公分计10分，女人1天计5分，可换领糙米，凭公分，每日可到我这里领取米粮。至于那些不愿劳作，只想等靠，甚至心怀不轨之人，仙人看着我们，我们听韩哥的。此为长明灯，神光所照，万邪不侵。从今夜起，它会一直亮着。去吧，明天卯时在此地集合，迟到者公分减半。陆恒站在光下，瘦月的身影仿佛神袭。钱还可以再赚，他的神选大将军不能在新手村就翻车。婉婉，我的天
天，你可算接了！我把那张照片给我导师的老师，一个故宫博物院推下来的老专家看了，他说那块木头从香脂凝结的形态看，极有可能是传说中的绿奇楠，比黄金贵几百倍的那种。而且老专家还说，这种成色的奇楠历史上只有一个人用得起，那个人富可敌国，但下场很惨。婉婉，你老实告诉我，你那张照片到底是在哪儿拍的？你身边是不是有什么很危险的人？富可敌国，下场很惨。潇潇最后那几句带着颤音的警告，如同魔咒，在我耳边反复回荡。那块被我锁在行李箱里的黑褐色木头，不再是一串令人眩晕的银行数字，而是一块烧红的烙铁，散发着足以将我吞噬的危险气力。恐惧如同一只冰冷的手，从脚底瞬间攥住了我的心脏。我一个无父无母、刚成年的社恐，凭空掌握了价值数千万甚至上亿的财富，这事一旦暴露，但这种战力只持续了不到10秒，怕有什么用？我林心婉3年前爷爷奶走的时候就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没人能给你当靠山。这块奇楠是陆娥他们拿命换来的信任，是我在这世上唯一的眷属递过来的牵绊，是我的，谁也抢不走。宋，绿奇楠，焚香，豪商。大夏朝香料贸易考，沈万清。大夏朝中期，布衣出身便是对焚香一道的痴迷。传闻他曾耗费一座金山，从泪液崛起品绿，其香3日不绝。那块传说中的乐也自此下落不明。我一直以来的根子上就是错的。饶征拿这些古董奇珍去换取金钱，改善生活，甚至献给睡皇请给了朝廷，换一个官身，那不是在帮一个皇权克制上的封建王朝，一个长民掌握他阶层的财富和资源，本身就是原罪。我以为的向降维打击，差一点就变成了降维送死。不能卖，至少不能让陆征他们以一个平民的身份去拥有这些东西。一个全新的、更加疯狂且大胆的计划在我脑中缓缓成型。我要做的不是扶持一个富家翁，我要的是扶持一个连皇帝都不敢动的一方诸侯。时辰到，仙人赐下的神机布，刀剑难伤。吹牛吧，一块破布。神布，神布，真是神布啊！老天爷，仙人显灵了！神布需用神火方可裁剪。今日第一件任务便是缝制水袋。栓子叔，在，你带30个妇人在此处等候，我会将神布裁好，你们负责缝制，每缝好一只，记1公分。是。其余男丁，跟我来。仙人有言，此井之下300尺，有水龙盘踞。今日我们便要将他请出来。此为开山铲，削铁如泥。神迹，又一个神迹！恒哥，不，仙使大人，您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对，别说300尺，就是3000尺，我们也给他挖穿。挖！一个小病秧子，凭什么？这神迹本该是我的。喂，你好，请问是林心婉林小姐吗？是我，请问你是？你好，林小姐，我们是省博物馆文物鉴定与保护中心的。你的同学肖小女士向我们展示了一张非常有趣的照片。根据我们专家组的初步判断，你可能在无意中持有了一件对国家而言极为重要的国宝级文物。我们希望能和你就此事当面聊一聊，不知林小姐现在是否方便？林小姐，这件事非同小可，我知道，你们想聊可以，但我现在不方便出。好的，林小姐，我们理解。那我们就上来叨扰了。什么意思？我们已经在您楼下了。我以为的秘密基地，在国家机械面前，原来连一层窗户纸都算不上。啪！这个念头只在脑中闪现了1秒，就被我狠狠掐灭。啪！
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我身后是陆征一家子的命，他们信我如神明，我不能让他们失望。这块祈年是连接2个世界的唯一纽带，我绝不能让它落入任何人手中。审判？不，这是谈判。我掌握着他们不知道的秘密，我有筹码。林小姐，你好，我是省博物馆的赵立新，冒昧来访，还请见谅。进来吧。林小姐，想必你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那件奇楠沉香，根据我们的初步鉴定，不仅是失传已久的绿奇楠，更是有史料记载的大夏朝富商沈万清的旧物，其历史价值与文物价值无可估量，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我们希望你能将它上交给国家，当然，国家绝不会让你吃亏。相关的奖励和荣誉，我们一定会为你争取到最高标准。但他们不知道，这件事远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我们希望你能将它上交给国家，当然，国家绝不会让你吃亏。相关的奖励和荣誉，我们一定会为你取到最高标准。来了，果然是这个要求。但他们不知道，这件事远没有他们想的那么简单。赵专家，你们对大夏朝的历史了解多少？大夏朝是我省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关的研究从未停止。那你们知道沈万清当年是怎么死的吗？史料记载，沈万清富可敌国，得此奇楠，本想献于朝廷，以求自保。可结果呢？结果章宗皇帝以商贾蓄财于治，动摇国本为名，将其凌迟处死，族人流放3000里，万贯家财进入国库。赵专家，你管它叫国之重器，可在大夏朝的历史上，它还有另一个名字——不祥之物。拥有它的人家破人亡，得到它的王朝自此由盛转衰。林小姐，这只是封建迷信，是吗？赵专家，你不好奇这件失传了数百年的不祥之物是怎么突然出现在我的房子里的吗？是吗？我们正想请教。它不是我找到的，是另一个世界送来的。另一个世界？对，一个正处于大夏朝，面临100年大旱，饿殍遍地的世界。它出现，那边就开始大旱；它到了我手里，那边就有人重伤晕死，险些丧命。就在昨晚，有人想伤害他的新主人，结果天上降下雷鸣般的天罚。